呃，就是我想说，就是你和牧师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比如说自己学了一套理论啊，然后我们就很想说用这套理论呢实践一下，来帮助对方一下啊。当矛盾出现了之后呢，我们就很有道理的来为对方讲啊，你看你现在感受是怎么样啊？你的想法怎么样啊？你怎么决定啊？我们都已经学会这一套了，我们就把这套都搬出来了。但是呢，可能先生他不买账，因为他觉得我没那么多想法，我就直接有一种想跟你说的一种感觉，我就觉得你现在对我说的这些话我不开心听啊，或者说你又是想要管我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常常为这个闹矛盾，然后就会卡住啊，就不能再交流了。那我就想说，师母你们你和牧师之间，你们两个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经历，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学习了一些夫妻经营关系的方法啊，好，或者我想要提醒老公这样做比较好啊，咱们一起努力啊，你要不要配合我啊？我先生就马上就反抗的态度就出来了，你又想改变我，你又想控制我啊，就抵抗啊，那时候我们就卡在那，就往前不了啊。这个情况其实维持了很长一段期间，那我也很无能为力啊，因为改变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哈，是需要另外一方的配合嘛哈。那也不能怎么办呢？哈，后来就只能交托给神嘛哈。那很奇妙的啊，我觉得上帝透过一个机会哈，来帮助我先生自己去觉察到他卡在哪里，然后自己就愿意去调整哈，把这个困境给解决了。好，我觉得这个出于神，不是出于神，我自己靠我自己能力做不到啊，因为我就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卡住了，我出不来啊。所以这个让我先生来分享一下，因为他是他的神对他的帮助。好，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呢，就是特别在两个人关系当中，会看不到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以至于呢，还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觉得自己要坚持要照自己的这样想法做下去，那或者觉得对方是错的，然后否定对方的想法，那就会两个人关系会卡住。就好像刚才薛仁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就扫地机器人被卡在某个地方，就很努力一直动，但是就是前后左右都是就是动不了，因为卡在那边了。那卡住的时候就需要有外力去把它从那情况拉出来，才能够去继续的进行方寻下去。那刚才薛仁讲这个情况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会觉得就是他的不管他所说的我不认同，或是说他的动机我也怀疑，觉得你只是想要 fix 我，你只是想要控制我，只是想要我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为什么没在做呢？那这样就卡住了。那在有一个情况下面呢，就是我觉得上帝帮助我去好像照镜子看到说我自己的情况是卡住了。就是我有一次去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夫妇的家里面，那他们也都是跟我们一样有上过这个夫妻营啊，然后也都了解这个概念啊，他们也比我们之前早就已经去接触了。那我也看他们真是在教会里面很认真的服侍，也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夫妻营的东西推广到给我们的教会的夫妇们，让他们都能够受益。那这点是我非常肯定的。然后我在他们家中就看到说，即便我们他们是先我们去受训啊，然后也参加很多啊，也很有心推广，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盲点，他们也有当局者迷的时候。那个对话就是他们早上的时候，他们可能在一边弄早餐一边在对话的时候，就让太太可能提出一个请求，让先生去帮忙。那先生这个不知道是因为着急的出门，然后就拒绝了，然后后面就加一句说：“你不要老是想要操控制我。”
然后就在那一幕的时候，你讲这句话说，哎，这好熟啊，好像啊，这句话好像我也从我嘴巴出来过。对我的这个学员跟我讲，给我一些回应，或者给我一些意见，或者给我一些的请求的时候，我就这样返回去了，就是觉得你不要控制我，加了这一句，我就觉得哦。我突然好像照镜子看到自己，但是这次是我不是当局者，我是旁观者，所以我就看得很清楚，然后心里面就就是不能在当下他很尴尬，就不能够讲什么，但我心里就觉得对我自己之前跟那些冲突跟那些卡住的情况，就发出会心的一笑说，我懂了怎么回事了，就是看到自己是当局者迷，然后但是我旁观者的就看得很清楚，就给我自己有刺激，有去思考。那所以我的焦点反而不是那个夫妻怎么样，而是在我跟学员之间的关系，发现那个过去曾经卡住的地方，那么我如果下一次碰到，我可以怎么样的去赶快从那情况当中出来，不要继续在那边白耗力气，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卡在那边卡了1个半小时，电力全没了，直接还得回去充电，所以重新再来，所以就很浪费时间，浪费这个精力嘛。所以我就后来就跟学员去分享说，哎，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给我的自己的省思跟提醒。那也在之后我们如果发现一些冲突，然后我又卡住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比较容易被提醒到说我可能又落入这个状况，那就是要想办法出来，不要继续卡在下面去。那就这就可能就成为我们一个默契，然后有时候就不会让这个卡住的情况变得很严肃，是这两个很针锋相对，而是就发出会心一笑，我又卡住了那对不起，我们就再来过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中国人觉得家丑不外扬，以至于我们在夫妻的这些参加这个小组或参加这种的营会会持保留。其实没有想到说最大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还有别人也会从我们身上照到镜子，看到我们是当局者，那他看你卡住了，那他回去他想到他自己，所以其实是会有这个我们想不到的效应。不要说却很丢脸大家都是这个一样的没有什么丢脸不丢脸，然后也是我们需要在不断当中继续的操练，然后当中这个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也互相的彼此的勉励，说我们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像是我已经不需要这个，我已经没有死角，没有盲点，没有卡住了。我们其实都是互相的轮流被卡住，也轮流去成为别人的提醒，轮流的互相的帮助。那我觉得我们就成为一个好像一个螺旋向上的，不断的往上面一起的被提升。那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可以也成为我们小小一点的卡住的经验，可以成为你听众朋友们的镜子，有所帮助。哎呀，太好，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例子，也给了我们特别好的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升是螺旋式的上升，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一样的，都会被卡住。那在卡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的一条就是清醒。那我们马上知道原来我们被卡住了，一点因为通常被卡住的人呢，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卡住了，或者说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哪里做错，是那个盲点那雪人上面是什么呢？当我先生告诉我他在人家家里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这个做太太的就载他去办事，然后在路上那太太就特别委屈说牧师你看看这情况你说我真的想控制他吗？真的是我想要改变他吗？我没有想要控制他，你评评理嘛怎么的。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你叫一个牧师来断他们谁对谁错，他也做不到。但我相信就透过这个做太太的心里那样的委屈的一个陈述，他好像就突然听进了过去他自己的太太对他的这个委屈的陈述，就是我没有想要正像你讲的那样想要控制谁我不过就是提一个意见嘛，那做太太不就是
帮手吗？你根本就不听意见，你也不接受别人的提醒，那这个帮手就废了嘛。这样情况下，那我先生就恍然就被提醒了，看见这个就神就用这个太太的质疑跟委屈来提醒我先生，以至于他就看见自己的盲点，好，觉得这就是出于神才能够把我们当时候卡住的情况给翻转过来，好，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说神的同在其实是无所不在啊！你说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吵一个架啊，刚好碰到的是我们一直愈合不了的那个点，哪那么巧啊？巧合一两次就算了，总是这么多的巧合，那就绝对不是巧合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时你们二位发生矛盾的时候，师母有没有跟牧师讲过，说我根本就不是想控制你？这种话有没有讲过给牧师听呢？我觉得呢，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我的问题。好，你还记不记得之前田牧师曾经讲过一个见证，就是他爸爸在他出门前把他拦下来，然后强迫他去改那个志愿，让他不要去读医学院，对不对？好，所以我知道他这个东西是从他爸爸身上来的。好，他爸爸就是操控他，强迫他的意志做改变，然后那个伤口一直都没有愈合，所以他现在看我的任何都解读成都回到那个伤，因为我心里知道这是出于那个原因，那个是最深层的原因，那其实就是过去的伤口没有愈合，以至于影响到现在的关系。那这个不是我能够改变。之后我们也会讲到说神怎么出手来改变。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太太的呢，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当丈夫这么一说的时候，我们就不想解释了，我们就觉得说你连这都不能理解，我还跟你废什么话呀然后就开始我们也卡在那儿了。所以我觉得说有的时候呢也真的是需要我们把这个话讲明了挑明了，沟通一下。那可能这样的矛盾呢，就比较快的或者比较容易的让对方抓到这个盲点在哪里，甚至他可以能够快速的去理解，原来我想多了，原来我卡在这儿了。一般如果我们做太太的一种表示就是说，哎呀，的理你呢，你这样的人我没什么可跟你讲的了，那我就生我自己的气，就去不理你，跟你冷战就算了。其实我们很多做太太都是会这么表达的，所以其实这个当然很感恩了，就是牧师遇到了另外的一对家庭的这样的一对夫妇，他们给你们做了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巧合的事儿，就是看上去很巧合的事儿，但是由神的手在这当中来带领，那然后让我们知道你们如果自己不能够解决，那神在这当中来为你们解决所以这个也是很感恩的事儿。我们也希望听听你们夫妻两个后面是怎么发展的，在这方面好吗？看看神怎么来出手的。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